给我瞄准了打。KO。注意看，他是中国搏击界的最强狠人，登上擂台全程暴揍对手，甚至还仅用3拳就将老外打得眼球出血，险些终身失明。眼看就要祸及生命，只能大喊疯子，主动投降认输。这名年轻帅气的小伙就是来自四川绵阳的小霸王赵小雨。他年仅20岁，不仅有着16战13胜5次 KO 的耀眼战绩，还凭借犀利的拳脚组合和敢打敢拼的作战风格，成为了中国拳坛新生代最能打的选手之一。8岁开始习武，18岁便获得了全国泰拳锦标赛季军和 WBC 中泰拳王争霸赛的冠军。可以说，在实力和头脑这一块，同年龄根本没有人是他的对手。而在用4连胜夺得了一条冠军金腰带之后，这让赵小雨的名声大振，能在20岁的年纪就取得这般辉煌的荣誉，也不免让部分老外对他的实力产生质疑。本场比赛，他的对手就是来自波兰的肌肉巨兽拉法尔·戈尔卡。此人不仅是欧洲的自由搏击冠军，还是世界泰拳冠军头衔的拥有者。从他这壮硕的肌肉和高大的体能，就足以看得出来这家伙实力的强劲。因此，在国际拳坛找不到对手后，便强势来滑踢馆，妄想趁机称霸成功拳坛。然而，中国小将赵小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却完全没有丝毫退缩。毕竟，只有迎战那些高手，才能明白自己的不足与缺陷。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白色短裤是中国小伙赵小雨，黑色短裤则是波兰拳王拉法尔。比赛刚开始，拉法尔就拿着拳头迫不及待地冲进小将的内围，看他这猛打猛冲的架势，就知道根本没有将赵小雨放在眼里。反观赵小雨则只能且战且退地进行迂回拉扯。要知道两人足足相差了17岁，所以在打法战术上和擂台经验上，老外绝对能甩小将10条街。奈何赵小雨既然敢登上擂台，那必定是做了10分充足的准备，再加上他才刚刚步入职业巅峰时期，所以暴揍一个即将退役的老油条对他来说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就算今天输掉了比赛，那他也可以从中了解到自己的不足。发到 Facebook 上，所以他 Facebook 有很多粉丝，一方面他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选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告诉别人怎么做所以呢他的粉丝量达到10万左右。这个对于一个波兰那个国家一名运动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粉丝量。对，这是一个对健身有着相当大的兴趣包括心得的一个搏击选手。对，我们红方来看红方选手赵小雨我们峨眉传奇的观众应该也是相当的熟悉。赵小雨多次在峨眉传奇的擂台上经过简单的试探，赵小雨也慢慢的进入了比赛状态。面对对手发起的猛攻，他不再只是一味的后退，而是在后退的同时寻找机会发起防守反击和防守还击。对于赵小雨来说，波兰拳王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但却并没有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此时拉法尔也仗着自己强壮的体魄，一而再再而三地逼近内围进行压制。奈何赵小雨可并不是一个只有2把刷子的二流选手，在长达12年的习武经历中，他不仅连续了散打，还系统学习了泰拳招式。不凡哈，他的对手这个来自波兰的选手是83年出生，今年已经34岁了。双方有着14岁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差距。对。但我们看这个明显看出来这个蓝方选手拉法尔可能平常的训练更倾向于健身的训练，在这个擂台之上的一些战术的安排包括我们看他出动作在他起腿的过程当中，赵小雨一个反击，然后他倒在地上了。拉法尔试图做一个腾空。就算拉法尔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非常强烈，那他也完全不是中国小将的对手。逐渐适应了比赛节奏的赵小雨也专守为攻，只要让他抓住机会，那么必定是连续的组合拳招呼到对手的头上，精准有力的拳脚组合也是让拉法尔只能主动搂抱进行防守。从这里我们就足以看得出来，拉法尔根本就不是赵小雨的对手。虽然小将只占据着年轻气盛和体能充沛的优势，但他在擂台上却用聪明的头脑打得对手毫无还手之力。按照这种打法下去，那老外很可能撑不到第3回合就会当场倒下。打击，裁判这时候不要干预吗？这个时候因为可能对手还有继续比赛下去的这种能力。好，上来之后拉法尔趁着这个双手这个碰拳套这个时机直接进攻。在第一局快结束的时候，赵小雨连续的组合拳连续的重击打了拉法尔，马上就要失去这个战斗能力的时候，第一局比赛不得不说，波兰这家伙的抗击打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挨到了这么多拳，居然还能强撑着继续比赛。
要知道他赛前可是放下了大话说中国小伙在他面前根本就撑不过第一回合，但此时在擂台上他却被最看不起的中国选手打得毫无任何优势可言。或许职业巅峰时期的拉法尔实力确实很强，但由于年龄问题，即将退役的他必定在反应力上不如尚且年轻的小将，更何况赵小雨还由于成熟老练的打法被拳迷粉丝称为是下一个坦克邱建良。只能说眼高手低的拉法尔今天遇到了一个硬茬。赵宇逐渐，包括赵小雨对他的打法的熟悉啊，逐渐就是转变过来。对，赵小雨这个技术上的这个优势逐渐发挥出来。第二局的时候上来，拉法尔还是想继续利用自己身体的优势去打击赵小雨，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现在，赵小雨依然是连续这个拳法的很清晰的命中啊。是的。这个赵小雨呢，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男孩。他在这个年终总决赛的时候输了，而且那场比赛他的父亲还在场。但是我问他，我说频繁的拼拳换脚让比赛早早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拉法尔的劣势只会越来越明显。可能他怎么都想不到，中国小伙居然能在擂台上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威力。此时掌握了比赛节奏的赵小雨也已经拿到了大比分优势。但他这场比赛的目标可不只是拿下胜利这么简单。对于感激于中国搏击市场的老外，那必须要拿出中国选手对待外国人的最高礼仪才行，那就是先一顿暴揍再降服 KO。 还在苦苦挣扎的拉法尔却殊不知他的噩梦马上就要来临了。因为身体的优势啊，在抗击打方面也相当优秀。但是如果他再抗击打，这个赵小雨在技术上频频的优势也会在裁判的眼睛里在得分上有一些优势的侧重。对，击打，这次击打，我们讲抗击打的优势，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看拉法尔这满脸是血的样子，就知道他受到了怎样的暴击。然而面对裁判的读秒，居然还高举双手表示可以继续战斗。看来他是真的不到黄河心不死了。不过尽职尽责的裁判岂能容忍擂台惨案的发生？当即终止比赛，给对手一些处理伤口的时间。必定就他这种状态，即使坚持继续比赛，也免不了一顿毒打。不得不说，赵小雨这场比赛打得实在是太精彩了。虽然在刚开始时对手的攻势很强，但他却凭借不服输的态度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优势。最终赵小雨成功在第二回合 KO 对手，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中国选手赵小雨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